大家能看见，谢谢大家。大周末呢，这个驱车前来替我胡扯啊。我叫陈曦，然后这个都是一些业余研究的这个情况啊。关于本山学嘛，就是关于研究赵本山的一个学问了。然后非常感谢北山青年啊，然后这个请我来跟大家聊一聊。我跟他们这个主办人那个缘分非常神奇，我是买那个二手微波炉跟他认识的我是一个沈阳人，然后我这个喜欢看赵本山，但是在这个领域呢也谈不上是专家或者权威，所以我今天就是作为千千万万观众中的一个，过来跟大家聊一聊一点小看法，然后意见。我想大家看到这个题目，恐怕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研究赵本山怎么还搞出一个学来是吧？这感觉挺搞笑的。首先是赵本山的影响太大了。那我生于1990年然后整个这个从小到青少年时代，我们本地的辽宁电视台沈阳电视台、辽宁教育电视台，这个从头到尾无差别的在这个各种重播赵本山的那个各种小品作品，导致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落下病根。我们今天也有我的高中同学过来这个捧场。你像我回家的时候跟我们沈阳同学聊天，我们不引用赵本山的台词，简直无法把这个对话进。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她是个女同学，她在那个沈阳做这个艺术策展这个行业，跟沈阳就好像不是特别的匹配是吧？所以就这个没有人去看，他就跟我说呀，他这个跟他们领导开会，他们领导净扯一些个臭氧层子扯一些个臭氧层子，就是这个 ozone layer 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选自赵本山1998年在春晚演的小品《拜年》，其中有一句台词就是说地球非得围你转，你是太阳扯那些个臭氧层干啥呀，是吧？指的就是那些 irrelevant、unreasonable 的这个方面和情况。你看我们日常生活就是没有办法不用这个，是吧？我本科的时候到天津南开大学去念书，就天津的观众对于滑稽呢深刻的见解。有一天我去买煎饼果子的时候，我前面有个人就跟那个卖煎饼果子说，那个我不要葱花也不要腐乳，也不要辣的。然后卖煎饼果子跟他说，那你到底要什么？这时候边上那个卖豆腐脑突然来一句，我要老伴儿。这个就是赵本山比较后期的小品，跟王小利在春晚演的。我要老伴儿，这我都不看这个春晚的时候，这个卖豆腐脑的大叔还在一如既往的看这玩意儿。对。除了他影响大呢，研究赵本山也很有意义。其实我真正想关注的问题呢，也想跟大家一起聊呢，就是说人为什么笑就是这个笑的原理是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了。从那个古希腊哲学一直到今天呢，我们合适的解答。但是大家对笑的理解千差万别，我们今天笑的形式也有非常多不同的形式。我想很难直接给大家一个好的答案。那我的受到的启发呢，我是在阅读这个海德格尔的《Being and Time》的时候，不如我们先研究赵本山，是不是？如果我们把赵本山了解清楚了之后呢，或许能对我们理解笑这个现象以及它的原理呢，有一点启示和推进OK， 那咱们那个先 revisit 一下，我们重新认识一下赵本山。我想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他，我们可以来复习一下。赵本山这个人呢，是一个小品演员了，他于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县莲花乡莲花村石水沟大城市其实非常小，你开车一会儿就转完了1974年，17岁的那年，他参加了公社文艺宣传队在我理解，其实就算脱离了农业生产了。所以说，你说他是一个农民呢，一个17岁脱离了农业生产的人，能不能还叫一个农民呢？这可能也要画一个问号了。在33岁那年，他就是人生比较大的一步，就是参演了央视的春晚小品，从此走上了人生巅峰。到45岁了，他导了第一部他的电视剧《刘老根》。到2003年到2005年，算他一个黄金时代，他创立了本山传媒文化公司、刘老根大舞台，还有辽宁。听说最近好像把这个艺术学院把他的名字给去掉了。2005年，他甚至担任了辽宁足球队的董事长对，到了2013年，8年之后，他终于停止了小品的表演这是他的一个人物的阅历。我们来看一下赵本山的极其重要合作者。这个我想让大家很熟悉了，就是伟大的高秀民老师，是吧？这个范伟先生大家不要忘掉，他还有其他很多重要的 supporting character， 包括了宋丹丹女士黄小娟以及李静，就是他们就是早期的合作者了。这两位是赵本山不光是自己表演和创作，还有很多跟他进行支持和创作的团队，这也是非常包括了导演张惠忠然后那个高秀敏的那个以及编剧崔凯以及编剧张超，大家看到他们大部分是
50、60年代生人啊。然后这些编剧呢，基本赵本山在东北打天下时期那个合作的这些编剧到今天可能有些还在合作。在开始我们的演讲之前，我们有一些关于赵本山作品的印象与讨论，恐怕是大家刚看到这个广告会想起来，或者说经常被听到的，就是东北农民、东北农村俗气什么雅和俗啊，对不对？到今天我们有更多表演的方式的时候，我们认为他的表演方式不太高级，然后他的一些人指责他经常在嘲笑弱势群体。那今天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讲座，我们是不是也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个重新的审视？不过赵本山他没有那么简单了。2009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高中生为了装逼，我每周都看《南方周末》在4月份这一期，我看到报道了这样一件事：香港导演王家卫亲赴沈阳和赵本山吃饭，商讨拍摄这个一代宗师的大计。其中这个报道看到这么一段，我觉得作为一个高中生，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赵本山期间开始积极演讲，他说：“真实是一种权利，东北人最讲究真实，不讲究虚头巴脑。真实，你就得在真与假的夹缝中生存。在这种情况下，谁把真说？你想当幽默大师吗？说真话就行了。幽默就是说真话的艺术。这个境界的是宗教，不管你信不信佛，你不拜一下就觉得要出事儿当时我受到震撼，就是你一个小学子没念完，你谈什么艺术和宗教，这不是胡扯吗？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作品呢有非常多他自己的认识。一会儿呢，我们要重新来看这句话呢，确实也是可以咂摸出一些不同的味道所以我通过我们本山学呢，就是要研究赵本山，希望通过理解他的作品呢，揭示滑稽的一些原理，通过深入研究赵本山的作品，推进对笑的原理的这个理解最近我在找 FD 照，然后学会了我们这个不管给大家讲什么呢，都要画一个大饼，我给大家看一看山学研究呢，从3个方向进行推进。首先，我们要梳理一下滑稽的历史赵本山这种表演形式和其他的表演形式到底有什么区别？它跟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这个表演形式有什么联系和发展这我们要弄清楚。接下来，我们要对赵本山的人物和戏剧呢进行一个分析。这儿我给大家连夜剪了很多视频，我们一会儿可以看一看。最后呢，我们要试图呢提出一种理论来解释一下赵本山搞笑，至少是赵本山的这个滑稽的原理那咱们先从这个梳理滑稽的历史开始。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研究这事儿，就是好笑这个事儿，我们到底应该管它叫，我们用什么作为关键词来进行检索我们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这个一些公司的码农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现场我们有一些选项第一个我认为比较合适的就是滑稽 comic 其实在古代如果你读古书的话，这个正音应该念古基我们今天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就还是念滑稽了。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提到很多的是喜剧 comedy， 可是你要是检索数据库，你发现喜剧这个概念呢非常的模糊，它其实一般指的就是大团圆结局的这样一种戏剧，或者说戏剧中有一些令人愉悦的桥段。那在历史上喜剧使用的时间非常的晚到我都查不着的时候就开始出现。相对的悲剧，我们找到比较早的证据是1904年曾朴这个孽海花它所以说它是非常晚近的一个概念用语。还有另外一种幽默 humor，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外来词了它原意在屈原那个诗里头有，它其实就是指的那种默嘛，就是不作声非常的幽深不作声这类的意思用这种幽默来进行概括这个我们这个滑稽的传统呢，显然是不合适的。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排邪或者邪谑这类东西，但是其实它更多指的是一种它跟我们理解赵本山演的那种让你哈哈哈那样笑的那个东西吧。那最后我们也可以用比较熟悉的叫法逗乐 make fun 之类的但总的来说，通过考察，我认为滑稽是我们比较要能够使用来概括整个这个就这种非常熟悉的让人笑的又非常一般的普遍的生活现象的一样的词语。中国呢有非常悠久的滑稽的历史最早的我们能发现的一种滑稽的源头是滑稽作为纵横术被使用。所谓纵横术呢，就是你讲一些就是有意思的话，讲一些日常生活中不太容易听到的话来劝人家，使人那个听你的这个鬼扯。所以说庄子里面讲这么一句话：华夷之要，圣人之所图也。华一样图就是 dislike 就不喜欢这样，就是说你一个人老是这个成天说一些怪话，然后
出奇冒泡这样的人呢，我们这个比较厚道的，我们这个按照道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人。那么这里想给大家举一个有趣的例子了，就是咱们国家比较早的一个滑稽大师，幽梦老师啊，幽就是表演的意思，梦可能是他的名字啊。这幽梦呢，他就是老搞滑稽，然后用这种滑稽的方式来进行讽谏。幽梦他们楚国有个叔孙敖的宰相死了，幽梦就开始对他进行模仿，他穿了叔孙敖的衣服，然后学他说话，学了1年，连叔孙敖的同事楚王以及他的其他同事也不能够分别啊。楚王这个开 party 的时候呢，幽梦就模仿叔孙敖前去祝寿啊。楚庄王大惊，以为这个公孙敖复生，想让他做宰相。大家看到，这是我国比较早的一个模仿秀的这个实力啊。这 impressions 的很早的时候，他就跟那个政治呢挂钩了啊。我们看到这一路的往后发展呢，特别是到南北朝之后呢，就变成了文人的写隐，它变成了一种日常的文化表演啊。它的体现的就是才比语抬杠啊。大家知道，今天你如果看古代的滑稽的历史或者的历史，有很多是以这种笑话、以抬杠的方式进行出现的啊。这儿给大家举个是有一次诸葛辉和王导他们2个人就是争，他们这个姓诸葛的和姓王的到底谁更牛逼一点啊？王说那肯定是姓王的牛逼。你看啊，我们日常都说王葛，大家都俗称嘛，说明王放前面，说明更牛逼，他不说葛王。然后这个诸葛辉就说，那我们还日常说驴马，他这个驴呢，他也不比马更厉害一点，对不对？那你这个是这个 groundless， 是这样一个问题，耍嘴皮子这个。但这类的耍嘴皮子跟我们今天要研究的本山学呢，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和本山学新的滑稽现象更相关的是滑稽在排忧和百戏中发展。排就是指搞笑的这类的，忧是一个演员。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亚洲的一些国家吧，给一些这个女性的这个演员呢，还是冠以这样的名称啊，女优是吧？排忧指的是滑稽表演者。在古代的时候，排忧经常和侏儒这样的东西并列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社会地位非常低，大概是长着一些可能身体上有一些缺陷，或者说不是那么强势的这样的形象，被找来进行这个滑稽表演。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也推荐大家读一读王国维先生这个伟大的名著《宋元戏曲史》啊，也是我们中国学问的一个经典了。他这里面说巫以乐神，就是我们这个歌舞表演戏剧这类的艺术，它的起源大概在古代的巫术，用来这个敬神，给神带来这个entertainment 是吧？那另一方面呢，这种忧或者说我们的滑稽表演，就是发展起来用于让人开心一点，就是忧以乐人。在最早的这种滑稽表演的形式呢，我们一般就叫做百戏啊。它在汉代的时候大行其道，在秦代的时候呢，我们至少知道就有萌芽了，叫漫展之戏啊。这个百戏简单说呢，就是一个庙会啊，它就是有多种样式的可能有杂耍，可能变个戏法，给你讲开心，在唱歌之类的它讲究的是一个综合的娱乐。这种百戏呢，开始是我们中国滑稽非常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头，逐渐发展到今天不同各种形式。到了唐代和宋代的时候，刚才我们讲的这种百戏呢，它逐渐发展成一些呢中间比较成段落、成故事的这样的滑稽表演，这就是唐代的参军戏和宋代的滑稽戏。唐代的参军戏呢，它就有点像相声，它是2个演员，其中一个演员呢就是叫参军还有一个演员叫做仓。历史来源为什么这么叫？那就是另外的一些研究大家可以看了到。就是说有更多的发展，我给大家看一个小例子。当时宋朝人跟金朝人打仗嘛，金朝人侵略中国，他们那个武器用那个敲棒，这个打这个宋朝人脑袋给打死。绍兴年间有这么一个这个滑稽人，他就是做了这么一个小段子，就是说我们要想战胜金人呢，就是我们中国的每一件都跟他们能够互相匹配比如说金国有章邯，就是完颜宗翰，那我国有韩少广就是韩世忠。金国有柳叶枪，我国有凤凰弓；金国有着剑，我国有锁子甲；金国有枪棒，我国有天灵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玩笑的尺度开得非常大，是不是？也证明有文化自信。那打就打一下嘛，我有天灵盖嘛，对不对？今天你在微博发一个，我有天灵盖试一试，是不是？这个是
比较成段落的这样的滑稽样式。那么还有再往后发展呢，就是发展到这种杂剧或者院本的这样的戏剧。杂剧和院本这种戏剧跟我们今天理解的这种完整的有故事连贯的戏剧呢还不太一样。它这种戏剧呢，具体是什么形式，我们今天没有更多的这个材料来佐证，但大约是中间可能演一段，他突然又演点别的，你知道吧？就有点像一个综艺节目似的啊。然后中间会插一个故事啊。这里面我也想给大家看一个非常先锋的表演啊，这个后堂的这个北方统治者了。跟那个好多这个演员一起玩，然后他突然就开始叫他自己的起名的戏名叫李天下。他说李天下，李天下何在？然后有一个这个姓敬的演员敬心魔老师上去就给皇上一个大嘴巴子啊，然后这个皇上非常大惊失色，大家都很害怕，就是抓住敬心魔老师说你怎么能扇这个皇上大嘴巴子呢？啊，敬心魔老师说李天下者一人而已，你怎么能叫两声呢？啊，大家看到这个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即兴喜剧表演，是不是？而且即兴的非常大胆，上去就好。介绍一个我自己非常崇敬的一个滑稽表演艺术家阿丑，他是一个明朝人，他是个太监。阿丑姓什么呢？不知道啊。通过一些笔记小说说他可能姓赵啊，我们就叫他赵阿丑吧。他是明朝宪宗成化年间的这样一个滑稽家，他也是演这类的，就是剧里面插一点这个小的这个短剧的这种滑稽表演形式。当时呢，明朝最火红的、最有权力的是大太监汪直。有一天，阿丑就做了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小品表演啊，他假装演一个喝醉的人在酗酒，啊，某个官儿来了，他就还在那骂，他也不动弹。他说：“哎呀，皇上来了，价值。”他还是在那骂。就是他说汪太监来了，然后这个阿丑演的醉的人赶紧起来，赶紧跑，是吧？然后这人就说：“哎呀，天子皇上来了，你也不怕，你怎么会怕汪太监？这是为什么呢？”他说：“吾只有汪太监，不只有天子。”啊，大家看呢，一方面如果大家有喜欢听相声的，可以知道这个跟那个侯宝林的那个《夜行记》啊，是吧？跟这个后代的相声的这个内容啊，基本是一模一样。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阿丑阿丑老师呢，他这个玩笑尺度开。今天的那个可能一些这个滑稽演员呢，在舞台上这个跟明星开点玩笑呢，都得掂量啊，确实还不如一个太监啊。这里面刚才我们扯了这么多呀，很重要的，我就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大家看出这些百戏形式的这个滑稽，古代的滑稽，它是以综合乐乐为目的的，它并不是以全程让你笑为目的的。这个跟我们直觉想看一个滑稽表演，想看一个逗乐的表演，这个我们今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由此呢，我认为呢，我们今天能够欣赏的专门的这种滑稽表演，它其实是非常晚近的需求啊，它是一个近代现象或者说现代现象。以前的滑稽表演不是这样的，以前滑稽表演一个大套子里面，我给你授一小段，让你开心一下就可以了啊，它没有这种从头到尾都让你乐的这样的表演。这个多多少少呢，跟我们近代滑稽这种剧场和观众的形成有关。因为这个滑稽你不能随便瞎演啊，你在什么场合演，你给谁演啊，对不对？在古代呢，观众没有这种从头到尾观看一个让我搞笑的这样的这个表演的需求。我不给你这样掏钱，你得给我唱点歌，你有点杂耍，是吧？或者说我这个注意力我就跑了啊，类似这样。古代也没有这种剧场给你这个像我们今天这样，你可以大家做40多分钟啊，听一个人在一直在这摆我。那么这样的发展到近现代，北方中国的专门的滑稽、专门逗乐的这种呢，就是我们比较熟知的相声这种形式啊。但是相声发源于这个清末呢，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相声4门功课，说学逗唱吧，它里头你也很难说相声是专门让你来笑的。相声有大部分的这个内容，你比方说你要是上 YouTube， 你经常看一些郭德纲的相声，他那个上面写什么这个什么放心听着睡觉，已经把这个唱段给你删掉了，是不是啊？就可见相声这个形式呢，在我理解多多少少它是一个过渡的品种，从古代的百戏向专门的那个滑稽的过渡，但是它不能全然的给你搞笑啊，不然的话呢，可能在他们发展这个时期的观众来把这个生存下去，所以它必须还得插点其他的这种过去的百戏的综艺的这样的遗迹啊，唱一个歌啦，是吧？这个耍点嘴皮子啦，类似这样。
通过这样的考察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回到本山学，我们20世纪中国北方滑稽的一个谱系啊。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南方还有很多那个不同种类的优秀的滑稽表演艺术，那我只不过是不太了解，我们就保守一点，我们先聊北方的。首先我们继续延续这种以百戏形式为滑稽的，我认为呢，就是比较早期那个台湾的吴宗宪这些，他们虽然在南边，但是那个每次我仔细一看，哎，这个其实是跟北会啊或者这种百戏啊是一样的啊，两个人聊天，然后这个一会儿请个人上唱歌啊，做个游戏，然后再讲一讲笑话啊，我认为他们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古代的百戏的传统。当然了，以相声家为滑稽的了啊，就是侯宝林、马三立了，还有其他人我就不列举了。那么赵本山这一类呢，和赵丽蓉呢，我认为这个尊敬的赵丽蓉老师是一挂，他们其实是大家看到这个滑稽的戏曲和戏剧中有发展，他们是延续着以戏曲家为滑稽，他们是按照一个戏曲的方式来进行滑稽表演。一会儿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些录像，看看有没有道理啊。我一看赵本山，我同学老批评我俗是吧？这个说看看人家陈佩斯啊什么的之类的。但我老觉得这个陈佩斯那个范儿呢跟赵本山就不一样。他们这个演小品呀、演滑稽呢，多多少少我认为是以话剧的方式，以话剧的根底在进行小品的理解啊和这个滑稽的表演啊。这是整个的这个整理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以戏曲家为滑稽，就是这个赵本山和赵丽蓉老师。那么咱们刚才梳理的滑稽的历史，那这回可以扯到赵本山啊，咱们看一看他的戏剧和人物。接下来我给大家 present 一个量分析，谢谢。这个定量分析是这样：1988年到2013年，赵本山我们选了他主演的52个小品啊，其实实际上他演的比这还多啊，这有一些视频资料已经找不到啊，包括我在内，我邀请了3个资深的东北观众，就是我们有个群叫马家堡的第二生产队，天天讨论赵本山的小品。我强迫他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给赵本山的小品进行打分。我们打5分，5分就是真就差啊，4分就是老有意思了啊，3分就是挺真还可以 interesting 啊，2分就是没啥意思，1分就啥玩意儿了呢啊。这个 methodology 我想很多人会提出质疑。首先啊，首先你们3个代表所有的东北观众吗？那肯定是不能的，对吧？我就只是聊胜于无的这个 rough is better than none， 是不是？给大家去讲一讲。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人大家也看到这个被嘲笑的什么公式相声啊什么的，你一定要做定量分析的话，你一定要这么打分吗？你为什么不比如说计算一下他笑的这个声音大小啊、笑的次数啊、这个笑的持续时间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不靠谱的，因为我们一会儿看录像，或者说大家想一下，你看那个非常精彩的滑稽表演，你可以发现，真正特别好的作品，有时候他笑的次数未必那么多，笑的声音也未必那么大，大家就轰笑一下，马上就收住了，就看接下来的这个精彩的表演了总之2个人给我重新做了一个分析啊。纵轴performance 就是我们打的分啊，从1分到5分。横轴是年份，从1985年一直到2013年他最后演的这个时间，其中每一个点啊代表赵本山的一个作品啊，这个 error bar 呢就是我们3个人的分歧。蓝色这条线呢是就是取平均值，就是每一年的这个平均值，我们画一个走势啊，特别的给大家标出来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1990年他第一次登台，到了2005年这个高翠敏老师去世了，这当然未必特别，大家标识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赵本山呢，他的职业生涯呢，平均1年演2个小品啊，巅峰呢，根据我们的观察，大概是1996年到2001年。大家看这个期间，他连续有非常多5分的这个作品啊，非常这个长久的留在了我们的心中。但是大约在2005年以后，他这个质量明显的这个衰退啊，这个质量就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大家搞得都不看他这个作品啊。那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分析呢，我们肯定是要基于他从这个比较好的这个这个上升期一直到巅峰时代的这个作品啊。OK， 赵本山演的是一个什么形式呢？他为什么大家老觉得他演的俗呢？为什么老觉得他演的刚才我们梳理过，赵本山他是以这个戏曲的这个形式进行滑稽表演。
所以它的滑稽表演形式是一出戏啊，这就是那个一出戏一出好戏的那个出啊。一般我们比如今天你读一些昆曲的剧本啊什么的，大家还是用这个字，我就为了装一下给大家秀一下，对啊。就赵本山这个表演是戏曲形式的延续与发展，然后并且呢，他现在即使好像有借鉴很多不同的表演方式，但实际上本质上赵本山以及其党羽徒弟他们的表演形式中有很多是非常戏曲形式的这种细节啊。那我给大家看一段这个录像。行了吧，不带理儿的啊！孬包废物，黑瞎子敲门，你都熊到家了，你都骂一天了，人家不吱声就拉倒得了呗，你瞅。今儿个我跟你烂线没头儿。你瞅你。别看我这小样，名头挺亮，姓钟，叫钟发板儿。昨天晚上打了一宿麻将，把我输了够呛，急得头昏脑胀，累得浑身打晃。刚要脱鞋上炕，有人直敲门框，找我没别事儿，不是做豆腐就是打麻将。都凉了，说不说呀？说不说呀？来，说不说呀？你看有啥话慢慢说呗，吵吵啥呀？你站住！干啥去？我先躲一躲，你先消消火。还没说完话，我不惜搭过他。呀，你等一会儿他消气儿了，我还收拾不了他。回来！得，睡的腰生疼，吃的直反胃，脑袋直迷糊，瞅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可以看到这个它整个这个 evolving 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啊？开头的时候你很难见到一个你正常演小品为什么还要有锣鼓点儿是吧？稍等，先把这说开。他为什么还要有锣鼓点儿呢？是不是？然后上来这个大家看到 B 站的鬼畜，这个他就是念诗之王嘛。他这个本来就是我国的一个戏曲的传统嘛，对不对？你昆曲啊，你京剧的上来都是要念这个一套的四六八句儿。他只不过你看到他发展到后面的时候，他上来他还是保存的这种这个没有这个锣鼓伴奏的时候，大家有点摸不着头脑。另外给大家看那个他刚才跟另外一个女演员动脚啊，他这个他不是一个话剧的或者电影的范儿，它是一个戏曲的范儿。然后这个地方我接下来给大家放一小段他徒弟表演的那个我非常欣赏的一段表演，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前提背景呢，就是说这个妻子呢，这个非常讨厌丈夫喝酒，然后呢就在家里面就是搞啊搞，就是骗这个丈夫，让丈夫以为他已经死了，是一个鬼魂啊，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吓唬他，来让他戒酒。大家注意看这个女演员的这个眼神以及手部的这个动作啊。老公啊，我有一个事儿我不能瞒你了，你说你这一走啊，撇下我们孤儿寡母的我也不好过，我只能改嫁了。啥玩意儿？不是媳妇儿，你咋能改嫁呢？我这尸骨未寒，你说你就这么着急吗？你守我2天不行啊？太伤心了！你嫁给谁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嫁给谁了？啊？洋洋，刘哥，咱俩最好。你这咋回事？洋洋，你看，咱俩这照片挂哪呀？这个是放原来那地方就行。哦，刘建光，怎么又哭了呢？你这不落井下石吗？又想他了？没有。那不行，那咱俩拉倒。你跟我那时候，我也不怎么同意，是不是？不是，什么玩意儿？你别告诉我你主动追的他。老刘，你别生气，我是爱你的。
我一直在琢磨这事儿，我比你大这么多，你到底爱我哪？你爱他哪呀？这我不就爱你不喝酒吗？人也比较听话，成熟。主要是有气质。我呸！你瞅你这熊样吧，你还真有气质。赵四儿他老说他这个气质这一块拿捏的死死的，其实就是打这来的啊。然后大家，我们辽宁本地的节目叫《本山选谁上春晚》，就是你徒弟这个演员那个人可以跟赵本山一起上辽台春晚，但实际上他赢的那个也最后也没上来啊。然后大家看到刚才这个女演员的表演，就是这个手啊，哎呀，我只能改嫁了，这那的，是不是？正常的日常生活中大家不会这样，它完全是一个戏曲的城市化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啊。那我们今天有看了更多的这个外国的和新兴的城市的表演方式，我们回头说这个土呢，这个多多少少是不带公道吧，我想啊，这是一个表演的这个方式和范式啊。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赵本山这个表演的形式，接下来我们考察一下赵本山。大家想到赵本山都是农村啊、农民啊这样的情况，可是我们赵本山演的这个农民啊，他不是一般的农民，他是进城农民啊。赵本山所有的这个小品，他鲜少是完全发生在这个农村的背景下的这个故事，他都是比方说他进城找他儿子呀，进城找他亲戚啊这样的这个情况。所以农村对城市的看法，以及城市对农村的这个看法，它一直是赵本山他演的这个作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背景和这个 horizon 是吧？从无论是刘老根的回乡创业啊，还是到马大帅的这种进城，都是有这样的情况。也是在这样的这个安排之下呢，就是城乡对此进行解除呢，是赵本山的这个滑稽表演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再看一下这个视频里边。前2天来那波客人干啥来了？哪里来的？到哪里去？爹，他吃完饭也没回家呀。吃完饭大约几点？大约9点左右吧。你上哪去了？上夜总会了。夜总会是什么会议？不是什么会议，那是娱乐场所，找乐去。你打听了呢？按摩是怎么回事？按摩其实也没啥，就是你比如说，这是床吧，哎，完我躺到这儿，小姐躺哪？小姐躺哪儿干啥呀？啊，小姐在上边手把着那杠子，完用她那个脚部按摩我的背部。别拽了，还脚部按你的背部，不就是踩你吗？啊，给你多少钱？给我啥钱呢？啊，我给人家钱。你看过真正的服装表演吗？电视常看。什么样啊？不就头上包个绸子，露个肩膀头子，一身玻璃球子，走道还直晃胯胯轴子。你穿这些，能劳动吗？我大妹子，说心里话，活到60来岁了，我这一进城，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突然自己变哑巴了，不知道咋玩了。你就拉倒吧，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我多年不打鱼了，还哪有网了？扔多年了。我说的是电脑上网。电网啊？电脑上网？电脑网啊？啥网啊？因特网啊。不挑这车太好了，这啥车呀？奔驰。什么车？奔驰。哪长春产的？啥玩意儿？德意志。谁给的？德意志，德国国家。不断的发展和演进，然后特别是最后这个德意志这个是吧，已经现在变成网上一个很火的一个梗啊。那么我们刚才讲了他演的这个形式和故事，那么他演是不是他这个人物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了解。这个赵本山他对东北男性啊有一个非常传神的刻画，这个是我们百看不厌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和这个原因。我们分析一下他表演的东北男人呢，大概有这个2个 category 啊，一个是 passive category， 就是蔫啊。就是那种没什么话，然后你跟他说一大堆，他突然给你来一句，就很烦人的那种男的，是吧？
还有一类呢非常 active， 就是咋呼啊。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赵本山所演角色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两个非常鲜明的不同的 category。你看这个 passive 里边，徐老蔫儿啊，赵老蔫儿、赵老憨儿、老疙瘩、刘老根、黑土，对吧？但是这种大忽悠啊，赵大宝、马大帅、王大拿、老孟，是吧？当然也少不了一些 neutral 的这个缺乏个性的角色，牛大叔、老乐，是吧？这种啊，他对那个东北男性传神的刻画呢，就是过于传神了。我在这儿放的一张照片是他演最久的一个这个照片，反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爸会不会跟他一毛一样啊？而且很多东北男性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特色。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片段，然后也请大家欣赏一下。我一会儿我们还要 refer to 这个视频片段。这些年就自个儿过了，那不自个儿过咋的？没寻思那个琢磨点啥事儿。嗨，这秋后的庄稼掰了棒子，割了丝儿，就剩杆儿了，还哪有那心思？哎呀妈，秋苞米烀熟更香。哎呀，老蔫儿啊！让人想，真的。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为啥？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那是哪儿憋的呢？腰部以下，啊，脚往上，腿啊？对头。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这是不是你们呢？肯定是有事儿。有。我们没啥事儿啊，我们那都是小事儿。是乡长，你说你这一年这事儿太多了，你给咱们全乡办了多少好事儿啊！你说从补给科学种田到开发粮食项目，你今天去银行，明天跑科委，你真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身板差点没累毁，还给寡妇挑过水呢。走，来了，回家！你咋这样呢？我让你回家，我让你待着。美呀！还管不了你呢，说你没人，这啥？正好没啥事干，你养鱼，你当乡长一年累够呛，你整的这着急上火的，完了这玩意儿还写信那啥又告你，是，没错。你养鱼，我这一年5、6万呢，是吗？你咳嗽他也是5、6万，你不用搁那。不怎么说话，装得特别委屈，然后突然间给你怼一句话，然后到演这个什么大忽悠之后呢，就是老是主动的这个挑衅人家，这个 challenge form 是不是？然后刚才那个就是拜年这个，就更好的把这个东北男性这两面都给你展示出来了啊。说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呢，不太能够那个当事儿，是吧？就靠一个女性在前面这个把这个事儿摆平一下，对吧？最后摆完了之后，他上去补一句话，就是这样。然后，但是一旦没有这种压力和那个非常困难的时候呢，他又来劲了啊！坐在炕上，你们看他那个悠然自得的那个样，非常生动的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刻画。我个人是觉得那个鲁迅侠都是刚才特别是这个就是拜年这个地方，为什么专门给大家一个截图？大家可以发现，他整个喝酒这个表演过程中有很多不必要的表情啊，是吧？比方说这个这样啊，什么抻脖子呀这类的，就是。以前我还不了解，我后来到外地上学，我们同学就是跟我一直说，觉得这个还以为是他这个故意夸张、装疯卖傻啊，但其实不是，他这个拿捏的非常准确。你要是有一个东北男性的朋友，你要是跟他喝多了，他多多少少都会带点这个影子，而且他这个表现呢，就是太细腻了啊，太传神了啊。反正他每次这样的时候，我就告诫自己还是不要跟同学出去喝酒，是吧？待会儿咱们还要那个来看这段那个这个表演，请大家记住这段表演。那我们刚才梳理了滑稽的历史啊，然后我们看了一下赵本山到底在演什么。接下来我们尝试讨论一下滑稽的原理，就是说赵本山呢，我们也看了他演这些东西，他让人笑的，至少让赵本山让人笑的这个法宝和这个关键点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理解滑稽这件事儿，我们要从不同的层次来解释滑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咱们比方说有一个20分钟的滑稽表演吧，这个绿的这个横的这个
说这整个是一出戏的这个层次，很多滑稽理论或者说喜剧的层次，讲这个戏怎么安排啊，怎么结构啊，它表达了什么呀，是不是？那如果我们 zoom in 一点，大概4、5分钟或者更短的时间呢，这个过程是一个包袱 ，a fragment 啊，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更像一个笑话的分析，它怎么塑造这个人物，怎么组织这个架构这种分析也是有的。但是作为东北人，我们日常搞笑还有这个欣赏赵本山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个点，就是他一刻的这个动作和语言，就是这个 momentum analysis 啊，就是他这个动一下，他表情动一下，或者说的一句话，他为什么就有这样的这个效果，生理这样的反应，就是忍不住笑啊，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愿意跟大家讨论。滑稽的这个哲学的问题是一个很传统非常长久的滑稽问题啊，从那个从那个柏拉图和那个苏格拉底他们就感兴趣这个问题啊。我们一般的这个滑稽理论呢，现有的它多多少少的缺陷，它只关注在文本上啊，比如这些人就是在书院里读一些剧本啊，或者说分析一些笑话的文字啊，他很少有真正能直接解释动作、表情、人物的。但我们现在已经有新发展了嘛，我们都有视频资料了嘛，对吧？啊，那一些比较典型的，我给大家举例子，比方说用无意识来解释笑话的，比如说弗洛伊那个丹麦的这个 Kierkegaard 解释这个幽默与讽刺这件事儿跟这个宗教问题啊，那还包括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亨利伯克森啊，他用社会形态和这个社会角色来解释笑。那这个放在赵本山身上多多少少不能够完全解释赵本山的形象，老觉得差点事儿啊，不太好使。这也是我们想发展本山学的一个 motivation 啊。那我们滑稽理论什么样的算是一个合格的滑稽理论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滑稽理论要解释它为什么这么的好笑，这么样好笑，它不这么样它就不好笑啊。简单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地方你多说一句话可能好笑，少说一句话不好笑，那到底是最基本的、最核心的问题嘛？我们就是要聊聊这个事儿啊。那我认为呢，赵本山的表演，至少是赵本山的表演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某一刻中，他塑造了一个滑稽人格啊，这个是他表演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恳请。滑稽人格我们姑且叫他 comic character 啊，但是其实也未必特别的贴切。他为什么叫滑稽的人格？他没叫一个角色，或者说一个 personality 或者一个性格呢？最重要的点呢，他表演的这个人物啊，他是不完整的。啊，它不是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自己给别人讲笑话的时候，你可能有这样的观感。一个重要的情况是，这伯克森早就只说了这点，其实人呐，他只笑话人啊。今天我的室友也来到现场啊，他猫咪非常可爱啊。你看着小猫咪笑的时候呢，它其实也不是对着小猫咪笑，那肯定是它某种神态啊，某种这个动作让你想起了一些人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是伯克森很早就提出来了。所以说，关注赵本山的滑稽表演啊，关注他塑造的这种滑稽的人格，他塑造的人，其实是最重要的、最精妙的。而且还不光是在整个戏的过程中塑造人，他就在那一刻，他通过说一句话或者说一个动作，把这个人给你这个 present 出来啊。那么滑稽的人格呢，这个事儿呢，有一些很重要的特点和观察来聊一聊。第一个就是滑稽人格是稳定的啊，它有个 consistency。他整部戏他一直是这样，大家看那个周星驰这个本山学的一个我们这个拓展的应用是吧？附加题啊，周星驰虽然演了很多戏呢很癫狂，但是你要认真看他为什么很多人学周星驰就学不了呢？他就是周星驰从头到尾他按照一种方式癫狂啊，他就有一个 consistency， 别人他就是老跳戏啊，你就好像这个为了准备这个套子，我还重新那个观看那个《国产007》啊，大家看过吗？他就很不靠谱这个。冇錯，小李飛刀啊，都係小李飛刀個飛啊，不對，說錯了啊，個飛都係小李飛刀個刀啊，他一直是那樣的一個狀態。還有另外一個最重要的，這個滑稽人格是不完整的啊。給大家舉個例子，大家知道《紅樓夢》啊，或者你看一個小說啊，這些小說塑造人物的時候，它應該是非常豐滿的，非常深邃，細節非常多，層次非常多，人物關係、社會關係都告訴你了。但是咱没有说那个读一个《红楼夢》会读到那个像刚才我们看赵本山视频这样，它这个主要就是说这个滑稽人格和一般的角色、一般的 character 和 role 这样的一个区别，它是一个不完整的，你不能够把这个人的所有信息都非常全面的
这个观众和听众。那赵本山他在一刻之中呢，他就是非常传神的抓住了某这个角色的或者说这一类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让你 get 到了这个滑稽人格所以说它是一个不完整的另外一个就是滑稽人格在观众跟观众的关系。滑稽人格简单说就是你熟悉的人这个比方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看日本漫画我们看一些什么那个奇奇怪怪的，比如说日本大叔这样的怪大叔这样的角色，我们知道他我们有这样的观看经验，我们看起来会觉得笑我第一次我妈这个陪同我观看这些动画片的时候，她觉得非常不可思议，这不好笑，因为她不熟悉这样的怪日本。要是扯一点呢，就是这个滑稽人格是在观者的生存之中，它是你内的，你知道这样的人，你熟悉这样的人它构成了你的这个生活最后呢，我们也经常聊滑稽表演的这个节奏至少是在 character 这个层次呢，我觉得就是滑稽表演的节奏呢，就是构成滑稽人格的其中一个要素。它就是本来就是在你不把一个节奏给你演出来的时候，它不能够完成一个人格就比方说这个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你比如说同学比方说拍戏或者是有时候不是就指导你表演的，比如说你说一句台词，然后他就告诉你说慢点这就是一句废话。为什么呢？我所有的都慢，这是一种慢法，我所有都慢，这是另一种慢法。非常细节的节奏你光从纸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呢，你没有这些非常细节的节奏的构成的时候呢，这个人物他就是还没有完成，他这个还没有一个能够这个完成任务的这样的滑稽人格。所以说这个表演的节奏它本来就是滑稽人格的一个要素最后我想说就是滑稽人格未必和表演者是一个人那个大家知道冯巩一出来，我想死你们了，这可能就是他每次演的人和他自己是一个人大家可以接受的。但是赵本山像农民居多，可是他每次表演的角色，他那个爆出来那个点吧，他也不太一样。你像我给大家分析赵本山喝醉酒那个，他为什么我给大家截那个下午抻出来那个，他就是他跟你说起来他特别得意的时候，他觉得哇你这个情况我完全的了解然后悠然自得，然后我就怎么耍都可以，我一定要给你看看我这个我替你全都想到了，你就听我就没错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接着聊一聊这个滑稽人格的这个体现。我个人认为呢，滑稽人格未必是比你弱或者比你糟的类型这个那刚才我们讲看那个小猫你笑的这个情况，那你真觉得这个小猫你难道是笑话小猫的这个糟糕或者说处境的这个地位吗也未必见得那这个地方我没有完全想好。我个人认为是对滑稽人格的欣赏，它也能够有这种滑稽的效果那最后我们聊起来，就是那个滑稽历史上有这么多屎尿屁侮辱这个残疾人弱势群体这些东西当然是在很多场合中是不适宜的，令人感觉不适的。可是我们必须承认呢，它这些东西长期存在，正表现了他们是滑稽人格的这个基本的类型之一这个我们其实这种屎尿屁和笑话弱势群体这些事儿，其实是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就应该研究这些问题那只不过是什么样的，它为什么这个屎尿屁它就是这个基本的类型都有哪些？还是说你要有一个枚举法，你还是要有一个定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那这个我想是未来的研究可以推进的一个方向，我这个还没有想好就不说了最后呢就是说也不是最后了，就是滑稽的表演有一个域的概念非常重要，这个 field 为什么上来之后有演员要先跟观众套镜简单说就是要有一个提供一个告诉你我要表演的谁，他是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事儿里面，你们了解一下我这个人，我今天我是一个很 low 的人，我不是一个高级的人，你不要仰望我，就是类似这样的这个信息是要给足的。但这种常见的形式呢，就是跟你混个脸熟混熟悉或者说进行这个铺垫的这样的过程。那赵本山的这个他作为出版小品，他肯定有很好的这样的基础了，大家都很熟悉他了。但是他每次上场的那个用戏剧方式表现的那个四六八句儿，它还是有很重要的这样的这个方式我觉得接下来他表演一个滑稽人格到底是要干什么对于赵本山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真理或者是真相。在古往今来的滑稽研究中，把滑稽现象、滑稽的意义和揭示世界的真相紧密相连，这种做法是经常有的。而且这两个里面呢，确实有很多重要的联系。比方说，我们这个存在主义的先驱丹麦的哲学家科尔凯郭尔Kierkegaard，他就指出，这讽刺这件事儿、开玩笑这个事儿和宗教的这种悖谬，那其实是道理是一样的这种 paradox 悖谬呢，就是说
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听着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啊，你仔细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啊，这就是 paradox。它揭示了真相嘛，真相大家也不用把它理解那么，某件事它其实是这样的啊，某个人他其实是这样的，你平时给你揭示出来了啊，这个 Kierkegaard 讲的就是宗教和那个讲笑话常用的一种方式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其实我们国家庄子的例子啊，庄子里面有很多话其实非常损，你知道吧？他就说，那庄子不喜欢这个儒生吗？有两个儒生呢，用诗和礼的这个原理去这个盗墓啊。然后这个其中一个大儒呢，就是说还拽了是吧？东方坐矣，视之何若啊？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你偷的怎么样了啊？小儒说，未解群儒，口中有珠啊。尸体那个我们的裙子还没给解下来呢，他嘴里面有个什么夜明珠，然后就是这个扯这些乱七八糟的啊。这个西方也经常有这种非常损的这种小笑话啊，我就不多讲。就是说，这个是维特根斯坦书里面举的一个笑话，就是说他在讨论的这个东西啊，他就是说 I'm sitting with a philosopher in the garden. He said again and again, I know that's a tree, pointing to a tree that is near us. Someone else arrives and hears this, and I tell him this fellow isn't insane. We are only doing philosophy. 啊，你别看我们那哥们儿觉得他是傻逼，我们在研究哲学啊。你别看他在研究哲学，其实那人是个傻逼啊。基本paradox它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说呢，把这个总结起来，我初步的结论就是赵本山的精要之处，他就是通过塑造滑稽人格，他揭示了部分人和事儿的真相啊。就告诉你这人，我们日常没发现这人他是这样，他这一面给你表现出来了，他是这样的啊。比方说大家喝酒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但没想到他给你揭示出来了，让你知道哦，原来不只是这样啊。那包括还有一些另外的表现形式呢，就不限于这一刻的了。他说出某一句台词是吧？啊，这个痛苦什么这怎么说的啊？最痛苦的什么就是人没死，什么钱没了啊，类似这样的情况啊。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往回头看一下，他说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啊？可你又不能全真实，你就得在真与假的夹缝中生存。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把真话说出来谁可乐。你想当幽默大师吗？说真话就行了。幽默就是说真话的艺术，比艺术更高一个境界的是宗教。不论你信不信佛，你不拜一下，你饺子要出事儿啊。他多多少少呢，人家就天天干这个，肯定多多少少有一些对 standing。他指出了真相在滑稽中的重要的位置，但是他就没太说的那么透彻啊。当然我这说的也未必就是对了，就是我根据我自己就是观看赵本山作品的体会的心得给大家说这么一点啊。在解释初步结论之前，我必须得说，我本来开头就想说的，我这个研究呢，可能一大半是瞎扯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我所有的对他的这个理解啊，都是基于一个男性观众这个观看小品的感受啊。大家也可以知道，你听刚才我给大家放的视频，笑的那个声音，跟你今天看那个德云社或者是这个欢乐喜剧人这个笑声不一样啊。现在看的都是一些小姑娘，是不是？这个女性看待这些滑稽的时候，她是不是同样有这样的感受呢？这个我们得有更多的人这个加入本山学的阵营来进行研究啊。这个叫做 feminist epistemology， 这个女性主义的认。总结一下初步结论，首先我们发现赵本山的滑稽表演是一种现代现象，它是以戏曲来进行滑稽表演。赵本山准确刻画了20世纪末东北乡村男性的形象啊，它反映了乡村知识对新兴城市生活方式的观感与解读啊。最后呢，我们认为赵本山表演滑稽表演的关键是塑造滑稽人格，由此揭示部分的真相。那我接下来就没几页，我随便聊一聊赵本山这种滑稽方式为什么过时和衰落了啊。第一个，他就是没有能力继续解释中国城市生活和人的真相。我09年上大学，我那时候去北京，我就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北京怎么这么土呢？啊，感觉和一般北方农村没有太大的区别啊。但是你今天你看北京的这个光怪陆离的情况就很多了，我们就解释不了了。你不要本山用这种什么一身玻璃球的这种事儿来解释这个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城市，那是没可能的啊。接下来他就是未能继续塑造观众熟悉的滑稽人格啊，他刚才是东北喝酒那事儿啊，那类东西，那个年代是那样的啊。那我们今天有什么新的这个滑稽的人格呢？他也没有继续再探索，他那徒弟呢也没有更成功的把这东西给展示给大家的面前。最后呢，他其实他们这一挂人对那个就是非东北地方的这个观众和媒体呢，其实是有一种媚俗的啊。他们这个队伍上那个欢乐喜剧人那个对南方观众的表演方式跟东北表演方式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南方的观众实际上也欣赏不了他们这玩意儿啊，然后他们呢也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就是
就搞这种这个就是绝活呀，力气很大呀，然后学人家开心麻花，弄非常复杂的这个布景啊什么之类的。说一个戏剧的方式，它就讲的就是以虚代实嘛，没有那么多道具嘛。啊，你现在把，然后这个完全学习人家这个方式，那这不是找死吗？啊。好，最后讲一下本山学的应用与研究计划。赵本山他是一个以戏曲家为环境的，所以说应用在赵丽蓉老师的范式上是非常合适的啊。在相声领域，应用在马派相声里面是比较合适的，就是马三立以及上马爷啊，这个上马爷的这个经典的相声纠纷，他实际上没啥包，他就给你演了2个人啊，他就是这样。但其他很多相声的表演形式呢，未必都能用本山学进行解释啊。我们还在继续的工作。最后呢，就是周星驰的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他多多少少能够解释的啊。研究计划呢，就是我们要更加深入的探索滑稽人格的本质、种类与起源。观众是怎么接受这个过程啊？这个是一个comic perception 理解观众与协同效应，这是一个 shared agency。我们这个斯坦福大学还有个老师专门做这玩意儿的啊。然后另一个小问题，在所有的中国滑稽中有很多猜谜语的部分，为什么猜谜语能让人笑啊？这跟滑稽的本质是一样的还是有区别？这个我们需要研究啊。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借此呢，今天给大家就是开了一个场啊，有更多方面的对本山学以及其他的滑稽的研究啊，那是希望看到的啊。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团队真马家堡的第2生产队的孙小晨和张玉佳先生，以及我的同学孙丹琴女士对我研究的支持和启发，谢谢大家。